中國文明到了該死的時候。鍾祖康過去1年多，在挪威解答了數以百計當地人或新移民對中國的疑問，來来去去還是環繞着幾個老大問題。他們聽後都大有茅塞頓開的舒暢。我切真理其要，與眾同樂。來挪威1年多了，我就像個好奇的稚童闖進了五光十色的大觀園那樣流連不去。許多當地人請我比較挪威和香港或中國，我總是說差別實在太大了，這幾乎是2個完全相反的世界。他們看了我呈上的香港農民照片後，已經同意香港跟挪威極不相同，覺得香港農民的待遇顯然連這裡畜生都不如。等我再拿出來廣東嬰兒湯照片後，他們往往已經嘔心的無法再跟我討論下去。他們問，為什麼中國會搞成這樣呢？我說，因為我們中國人的祖先過去幾千年做錯的事太多太多了，而且又是大錯特錯，今天不淪落也是說不過去的。香港比大陸文明一點，也只是英國統治了1個半世紀之功而已。中國文化崇尚空談，不落實處。中國人的文化的一大特色是空談，什麼禮義廉恥、天下為公、五講四美之類，都是嘴巴上說說而已。就如中國文化大師梁漱溟所說，中國文化是一個理想自理想、現實自現實、中古唯一不落實的文化。用英語的概念來講，中國人講的中国文化10之8九是理想文化，即 ideal culture， 而不是現實文化 real culture。 這是許多中國人甚至大學教授讀了一輩子中國書還是昏昏然的重要原因，也是許多外國人被中國文化迷惑感到無所適從的罪魁之一。只要明白中國人愛講理想文化，少提現實文化這一點，你已經掌握了中国文化的命門，不會錯到哪裡去。任何文明不是理所當然的非要长生不老、千秋萬世不可的。一個文明如果已經老邁不堪，以致必須以昂貴的方法延續殘生，如學者說的沙子文化，不斷以年幼者的血液來為大人，老者養命，又或必要以死20萬換20年穩定之類，那麼這個文明確實已經到了該死的時候。該死而死是要額手稱庆、骨盆而歌的，就如古羅馬帝國和其他幾個所謂人類古文明的消逝一樣。儘管這些帝國或文明在生時都以為自己必垂諸千秋萬代，否則世界就会末日。中國比這些已經消逝的文明都更狂妄自大，更自我中心。你看看他的名字中國，自誇在萬國之中，但中國人一般不會覺得這有什麼問題。中國傳統留下許多壞東西，比如在2000多年前統一中國的思想腰斬學術自由，獨尊極度推崇階級制度、人倫差等和奴才社會的儒教，將忠孝、繁殖後代這些價值提升到荒唐胡鬧的地步。更胡鬧的是，這個後代也僅指男性而言。另外，壓抑正規宗教，捆綁婦女天族1000年，縱容皇權2000年，糟蹋生態環境3-4千年，而且越演越烈。最近幾位洋學者出了幾本關於中國人從古到今糟蹋環境生態的好書，你不妨看看。伊毛可教授的《大象的撤退：中國環境史》講述中國人怎樣在過去4000年摧殘大自然，最終把原本四散於中原的大象折騰得幾乎絕跡於中國。第二本是夏朱立的《人定勝天：革命時代中國的政治與環境》，講述毛澤東糟蹋中國生態的荒唐史。第三本是佚名的《變黑的河流：中國前途的環境挑戰》，講述中國怎樣擁有全球最污染城市中的6個，在那裡兒童一天吸入的廢氣等於吸食2包香煙，3/4流經城市的河流不易飲用或養魚等。這是中國人講一套做一套的傳統，而且中國人都萬眾一口地說中國人崇尚自然，外人又怎敢造次不為所惑呢？所以中国文化中有極大的欺騙性。歸根結底，還是文化大師梁漱溟說的，中國文化是一個理想自理想、現實自現實、
中古唯一不落實的文化。如果讓日本占領全中國會如何？中國人有一句話叫良藥苦口，但也只是嘴巴上說说而已。中國起碼胡混了2000多年，到清朝中期以後，社會發展已經到了窮途末路，整個社會其實已經是一具活死人。西方列強的文明對中國來說是求之而不得的補品，所以我們若真的要怪罪於西方列强，那就是這些列強沒有以更強硬果斷的手法管制中國，促使國人如中國愛國者梁啟超那樣呼籲國人對日之下的台灣虛心效之，或如另一個中國愛國者孫中山那樣呼籲將英之下的香港模式傳遍中國。我相信，若列強當時能一鼓作氣將中國全面殖民，或將中國瓜分，後果都很難比今天的情況更壞。雖然中國人都很善於將異族異地殖民，也對以他們看來是高人一等的汉文化取代異族的文明甚感自豪，甚至以提升野蠻人的文明為天職，但當中國遇到在自己之上的文明時，卻極端抗拒被人教化提升。中國拒絕教化提升的後果，只是傷害了自己。中國最後的一次機會，也許是第2次世界大戰日本侵華。要是日本戰勝中國而佔領中國一段時間，迫使中國人改革，中國尚有起死回生的一線生機。情況就如當年日本甲午戰爭戰勝佔領台灣後，就明令女子放足，男子斷髮和禁食鴉片，並將台灣從1895年9成文盲建設為1945年時的9成以上識字，社會發展傲視整個神州那樣。台灣因為被日本所占而因禍得福，而日本也能從2次大戰後被盟軍所占，從而學會了民主政治。中國本土炎黃子孫的學習能力沒有理由會比台灣人或日本人差。不過，假如2次大戰真的日本戰勝而佔領中國，我又擔心日本會被中國這個龐然大物大傷元氣，甚至被同化。如果是這樣，將不僅是日本的災難，也是整個亞洲甚至全人類的大不幸，因為日本大抵不能像現在那樣造福世界了。中國共產黨要為中國的沒落負責嗎？許多人，特別是中國人，包括許多反對共產黨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和什麼新儒家之類，都普遍有一種他們看來是不證自明的想法，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都是好的，至少是瑰寶，遠多於糟粕。中國現在這樣墮落，都是共產黨禍國50年的結果。也就是說，他們認為問題不在中國文化，而在中國共產黨。我認為這是誤人無數的淺見，幸好這淺見今天只是多在華人的圈子裡流行，在國際間學術界已經紛紛為人所揚棄。須知文化本身必經極長時間的醞釀累積方成，不可能一夜之間就可以所謂翻天覆地。可以翻天覆地的充其量只是問題的皮相。中國共產党能夠在無數中國人的歡呼下君臨中國，當然不是無緣無故的，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跟中國文化其實有許多共通之處。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只是將中國文化中的主要特性，如弄虛作假、口是心非、陽奉陰違、有司無功、明爭暗鬥、人質掛帥、裙帶作風、葉公好龍、過猶不及等等進一步發揚光大，不同的只是老夫子穿上了革命裝而已。所以沒有中國久已準備了的特有惡徒，中國共產黨勢難絕地而起，而中國共產黨則在完全沒有反思自省自覺的能力下，甚至自以為已經擺脫了傳統中國文化的情況，成為中國文化的繼承人，也就是集受害人和刽子手於一身，埋葬自己也埋葬他人。要突破中国這個封閉的惡性循環，外來高質文明看來是無可替代的。原載於2005年3月開放雜誌。